人物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，而且极具挑战的一个题材。那往往我们对于五官的细节总是感到难以掌控。明明每个人都有眼睛，都有嘴巴，却不知道该从何下笔。这堂课我就会带大家一起来画一画正面的标准五官画法。我们在画眼睛的时候，运用到的颜色大概就是以肤色以及深色调为主，搭配一个瞳孔的颜色。瞳孔的颜色你可以自己决定喜欢的色系，我所用的色号都会记录在下面的说明文里面。首先我们用这个肤色打出大约的轮廓，从眉毛开始。我建议大家画眉毛的时候，就像你平常在化妆一样，轻轻的来回非常的多次，稍微有一点倾斜的角度。肤色的颜色很淡，所以你多画几次都没有关系。然后到尾端的时候，收尖轻轻的往下，来回增加你眉毛的宽度。接着眼睛的地方轻轻的拉一条斜线过来，从眉峰也一样拉一条斜线下来。同学可能会想，这条线要多斜？我是建议大家在画的时候不用太计较你的角度，随意的打就可以，不要误差太大。从这条斜线的前方轻轻的画一条往上的线，1、2短短的，3长长的拉下来。眼头的地方转圈，轻轻的拉一条短短的线。下眼睑的部位，1、2。下眼睑宽，颜色淡，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六角形出现。双眼皮的部分轻轻的往上来回画多次一点，靠近你的角度的时候稍微下重。往外延伸，我们要有一个认知，知道双眼皮是一条折痕，而不是一条线。所以你在画双眼皮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一些深浅的变化。从眉毛延伸下来，你的眼窝轻轻的打斜线，直接涵盖到你的眼头，轻轻的往外淡化。下面你的卧蚕，以打圈的方式往上结合到你的眼尾。要让你的笔触柔和，都用打圈的方式进行，轻轻的往上延伸。用你的上擦擦掉多余且明显的参考线，不停的来回补足你的肤色，将你的上眼睑修饰掉角度，在2跟3的线条加深加粗。拿出你的瞳孔色，轻轻的在这个位置画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，代表我们的亮点。延伸过来瞳孔的地方，搓出一个像方形的形状。左右两边连出你的虹膜，上深下浅，做出虹膜的变化。拿出你的咖啡色，在上眼睑的地方开始加深。你现在做的这个步骤，就像我们在化妆画眼线一样，连带进你的瞳孔加深。
轻轻的增加双眼皮深邃的折痕，在白色眼球的上方增加一些阴影，下眼睑轻轻的若有似无的画出虚线，沿着你的眉毛轻轻的画出毛流，缜密且同方向不停的来回画，就像我们在整理我们的眉毛一样，来回的加深，尤其是在眉峰的地方，拿出稍微深一些的颜色，比你的肤色再深一个色阶，加强阴影。下眼睑以及眼头，接着拿出黑色，加强你的瞳孔、眼线，细微的勾勒一些眉毛。最后，你可以在笔尖找到一个比较尖锐的角度，勾勒睫毛。我们从下睫毛开始，短而且迅速。上睫毛从中间开始往外打勾，每画一笔，你就可以稍微转动你的笔尖，让你的笔芯一直保持在一个尖锐的角度。比较长的睫毛画完之后，第二层画短而且会重叠的一些小睫毛。这样子可以增加你睫毛的浓密度。最后再以肤色些微的修饰，眼头阴影、眼尾阴影、卧蚕、眼白阴影、双眼皮，完成咯。在画嘴巴的时候，我们先取一个肤色调，一深一浅的红色，也就是唇膏的颜色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桃红色或橘色的唇膏，也可以自己决定用色。一个代表阴影的紫色，以及深咖啡色系。我们先将嘴角的定位定出来，将嘴角轻轻的拉一条线，中线往上，给它一个微笑做唇珠，嘴角到唇珠拉出一条斜线，在唇珠的上方写一个 V， 代表我们的唇峰。唇峰到嘴角轻轻的拉出一条弧线，下唇比上唇略厚一些，先画一条短短平整的线，从嘴角的左右两边拉下来一个弧度，拉下来一个弧度，接到我们的唇形已经约略完成。用你的肤色从嘴角用圈的方式往上画，你可以轻轻的盖住你的参考线，下唇也是。你看我的笔触方向都是呈现一个放射状的样子，拿出你唇膏中比较浅的颜色，从嘴角轻轻的往上，就像我们在化妆一样。你可以一边画一边修饰你的唇形，到嘴角轻轻的把它们的上唇与下唇合在一起。你在画的时候很可能会像这样轻重不一的笔触，依然可以用卫生纸轻轻的来回均匀的摩擦，这是一个对初学者来说非常有效的方式。用咖啡色轻轻的将我们的嘴唇中线画出来，轻轻的画一些三角形，勾勒出牙齿的缝隙，千万不要一路上画到顶端。
然后增加一些阴影，只要露出4颗牙齿就好。拿出更深的红色，从你的咬合线开始往上加深，下唇往下，下唇往底部加深，让你的下唇看起来更加的圆润。用你的软橡皮擦出一些亮点，用紫色在嘴角的地方增加阴影。在画阴影的时候，跟我们的咖啡色线条融合，最后用一些原本的唇膏红加强它的饱和度。如此一来，你的嘴唇鲜嫩欲滴就完成咯。鼻子不像眼睛一样有细长的阴影，也不像嘴唇一样有明显的颜色分界。鼻子有的就是不同的阴影起伏，所以很多人在画鼻子的时候都感觉到相当的困难。我们只需要3种颜色就可以了。在这边我会教大家简单的鼻子立体感画法。首先轻轻的画一个圆形，当做我们的鼻头。在圆形的下方画2个像外星人一样的眼睛，在两侧画上微弯的鼻翼，把眼睛下面一个微笑，鼻头的基本形就完成了。接下来从鼻翼的下方打阴影，盖过你的鼻孔，接着找到你的眼窝位置，从你的眼窝位置轻轻打一个斜度的阴影，然后拉一条阴影下来，用直线斜斜的打过来，微微的盖住你的鼻头，收在底端，沿着你鼻头的上方再打一层淡淡小小的阴影，连接到另一侧的鼻翼。一样，我们使用卫生纸轻轻的把它模糊化，再来用第2个深的颜色再打一次阴影，重叠上去，再来轻轻的擦过一次，加深你的鼻孔，轻轻的用你最浅的肤色打一个更大的阴影，在鼻梁的外侧，沿着鼻头往外再打一层阴影。这个影子就是当光照过来的时候，鼻头映在脸颊及人中的阴影，加强鼻翼的线条，加强下方的阴影，让你的鼻头凸出来翘起来，你的人中轻轻的延伸下来，到底端的时候稍稍用力，最后一点点轻轻的擦淡，柔化你的线条。你看，简单的鼻子就完成咯。我们的肤色就会以刚刚使用到的颜色为主，再增加一些腮红的色调。另外，虹膜的颜色以及唇色还有局部就会以这种强烈的色系为主。当我们把全脸整理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分布的吧。眼睛到鼻子可以视为一个单位，往下鼻子到嘴巴，往上眉毛到额头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整个脸作为3等份。在绘制眼睛的时候，我也是建议大家先用稍深的肤色打底，眉毛连接到眼窝，将我们刚刚学到的眼睛的画法给它放进来，留下你的亮点，再绘制瞳孔以及渐层的虹膜。将鼻头下方的阴影画出来，你就可以把你的鼻头往前推，延伸鼻梁的阴影，延伸鼻头的阴影，
将阴影柔化，轻轻地打上一些腮红，鼻头擦亮。鼻头擦亮之后，再次的加强鼻子的影子。嘴角的阴影延伸到我们脸颊下方，颧骨下方的阴影可以衬托腮红。将左右嘴角定位出来，上唇薄，轻轻地勾勒出牙齿的缝隙，用紫色增加一点阴影。紫色的阴影会为你带来空间感。黑色加强瞳孔及眼线。脖子的阴影去衬托你下巴的形状。头发你可以像这样简单的抓几个线条，处理好外轮廓线，再加一点简单的色块，把重点都放在它的脸部。最后，我们针对鼻子的部分，轻轻的加一点咖啡色调的阴影，让它的鼻子看起来更加的立体。柔化一些笔触，这样子我们的人形基本上就已经完成咯。每个人的五官都不一样，非常多变化，而且充满着魅力。你可以跟我一样做成一本本的小册子，记录自己的练习。另外，我也准备了以水彩、色铅笔绘制出不同年龄、不同民族的人物类型，让同学可以自由的下载。每一次上课的时候，我都会准备丰富的教学讲义以及线稿，让同学可以根据讲义的内容做成丰富有趣的小册子，记录自己的练习。我希望每个喜欢绘画的同学都可以不受时间、空间、地点的限制，跟着斑鸠一同绘画，一同成长。